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主持人 Wendy。作为一家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我们会聚焦投资、科技发展、企业成长这些话题，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围绕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正在悄然生长的赛道，被称为新石油的绿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海德氢能的 CEO，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姚昌盛博士。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这个能源的这个成本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到这个度电的这个成本嘛。如果是跟这个锂电的储能啊，然后这个或者是天然气发电的这个成本啊，然后这个包括是我们现在这个绿氢，它大概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度电的这个范围？因为绿氢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应用它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航运上，它替代的可能是这个航运的重油，在飞机上是和航空燃油对比，在重载交通卡车上，氢气对比的是柴油，在储能上就是和电进行对比，所以它每一个场景下对比的对象不同。假如我们对比说作为原料来生产化工品，这是一个最严格、最难以比较的一个最难以触达的一个成本空间，就是和煤制氢比较。我们这么来看，假如1公斤的煤制灰氢是8到10元的话，那现在绿氢大概在一个15到20元的范围，也就是说有2倍的成本。是的，那绿氢的成本的降低主要是通过绿电成本的降低以及制氢技术的迭代升级来实现的。所以我会认为，相较于其他的灰氢或者蓝氢的话，绿氢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和制造业规模驱动的成本，所以它的成本降低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性原理的。那么相反，灰氢和蓝氢实际上是由其他的能源价格决定的能源价格。那回到作为储能和电力应用来比较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是因为每个地区它不仅政策不同，它的电力基础设施和电力市场条件差异都非常的大。那同样对比欧洲和中国来说，那么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电网和最便宜的电力成本，所以氢作为电的另一面，它的用武之处更多在一些大规模的长距离的以及跨周期的储能。而在欧洲来说，电网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电力基础设施比较脆弱，电价又很高，这就给了氢更多的空间。我们有一些在欧洲落地的项目，甚至业主会选择用白天光伏制氢，晚上氢发电这样的策略来支持工厂的低成本运转，而这样的策略在中国可能是难以想象的。那就从您刚才讲的，如果是从这个需求侧的这个角度，我们其实提到了绿氢在储能啊、工业啊，还有不同的这个交通领域的一些的应用。那除了这些，绿氢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需求嘛？那您怎么去看待说，这个绿氢未来的这个整体的市场前景和规模？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其实我们通常会把氢能应用分为3个板块，一个是氢能的交通，一个是工业，还有就是氢能的储能。那在交通领域，除了陆地上大家熟悉的汽车以外，目前氢能汽车更多是一些重载的汽车。那么氢能的无人机，氢能的船舶，这都会是氢能首先会应用的一些脱碳领域。那在工业领域里面，包括钢铁、冶金、水泥等等，氢都能起到对天然气和煤炭的替代。那么储能呢，就刚才也有介绍，在包括国外的分布式需求或者集中式的长时储能，这是绿氢的应用。它的市场前景我会认为说它是一个一个不一样的机会池，是逐步打开的。那它在每个场景下的打开的时点也与这个地区的政策和禀赋相关。总体来说，一言以蔽之呢，我们很多的也是我们的客户啊，就是世界上的石油公司都会将绿氢比作零碳的石油，所以它的市场和石油市场在远期的未来是可比较的。那大家也会认为氢能未来的形态也更加像石油和天然气，比如在陆地上通过管道来输送，在海洋上通过液态的氯胺或者绿色甲醇进行远洋贸易。这是我们所看到氢能行业的参与者以及大家对市场愿景的
展望。如果是拿一个这个数量级去讲的话，那会是一个这个多大规模的这个市场？因为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一亿吨嘛，对，其实对于这个滤清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就如果就更细分的这个去问您的话，是个万亿级的这个市场，然后在储能啊、工业啊，然后还有交通啊，分别它可能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大？在工业领域可能是先打开的，但是它的空间其实并没有未来我们说作为能源应用、作为储能应用那么广阔。那么首先我们就能源领域来说的话，它先导可能是远洋的船舶应用，然后再到航空应用。假如作为一种储能的基础设施，比如当我们想象今天欧洲的天然气电站都有超过50%的氢气掺混，甚至使用纯氢的燃气轮机。中国的燃煤电站，也就是调峰电站，使用氢气来掺进煤里做燃烧的话，那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但是这样的市场是通过由小到大，不断的一个个实现经济性来实现的。那个，因为我们刚才在讲需求嘛，如果是这个我们回到这个供给端，然后现在这个全球都在布局整体的这个滤清的这个产业，然后国内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企业进入赛道，然后比如说像海德氢能这样的这个创业公司，也会有一些我们听到过的这个大的这个企业，它也在做这个滤清的这个事儿。那您整体去判断说这个，听上去这个应该是滤清现在是供不应求的这个但是就是您会怎么去这个预测这个未来滤清的整体的这个供需的这个趋势呢？然后这个市场的这个格局应该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好。其实滤清现在应该说更多是一个供需的不匹配我们看到其实作为一个未来大家看到很高确定性的产业，都希望能够投资，但是滤清的买家在哪里？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那往往我们会看到说，当我们在谈论着远洋的航运需求、航空需求，或者是说制备成大宗的绿色化学品出口，其实这个产业一上来就具有了一个全球贸易的性质。所以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和经贸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滤清产业是在里面不断的去适应一个全球贸易以及地区规则，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这个生意的可行性。所以我们看到有供不应求的一面。比如说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船舶，有大量的新燃料船从今年到明年就会下水，但是却苦于没有清洁燃料。但是另一方面呢，又看到很多人希望在中东也好、南美、北非、中国去投资滤清项目，但是又要去寻找买家在哪。其实这是一个行业早期的情况，但是我们都很乐于看到说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参与进来最终会实现一个供需的平衡。因为我们刚才也这个提到了说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非常大然后并且的话就是我们还整体处于一个这个供需不是特别平衡的这个情况，而且这个滤清的这个成本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可能性能够来去这个这个通过一些工业化的这个环节能够来去下降。那在这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大环境下，我们这个海德氢能我们自己的这个护城河是什么呢？特别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毕竟能源领域通常都会有一些这个国央企或者是大的这个企业这个来去参与，比如说我们这个说传统的这个三桶油其实都在布局滤清，还有一些这个非常大型能源集团呢，海德自己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怎么去跟这些大厂来去竞争和 PK 呢？对，其实氢能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很丰富的生态。氢能其实就像一个石油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到应用都有很多的环节。那海德氢能是专注在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技术，所以我们的护城河或者说我们的长板就是更领先的制氢技术，为这个行业带来更高效的、更清洁、更可负担的滤清。那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国企，包括一些跨国企业，例如中国石化、壳牌，那这些企业其实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在这个生态里面呢，无论是在中国、欧洲、中东，我们都广泛的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也积极的打造
生态，来为每个地方带来符合它本地需求的滤清解决方案。所以，其实我在这个广贸的行业里面，更多的是看到合作的机会，这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技型企业能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客户带来的价值所在。对，这个姚博士讲的也非常的好，要通过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有的一些这个技术研发的这个优势，包括是创业公司一些灵活的这个身段，更广泛的去跟我们的这个生态的合作伙伴去互相的这个竞争、协同合作，然后共同去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对，那如果是把这个目光我们放到这个全球啊，您刚才也讲到说，就是其实滤清它这个本身在交通领域和很多领域，它天然就是有这个全球性的生意的这么一个属性的。那如果是在这个你海德现在在的我们这个滤清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中国企业在国际的竞争当中，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位？然后我们海德就是现在已经在这个中国、欧洲和中东都有了自己的这个布局。那从长远来说，我们是怎么去考虑说这个全球化布局这件事情的？其实我们会认为，我们是一家生而全球化的公司。这一方面是因为感谢这个行业，它是世界各个地区都需要并且着重发展的一个行业。对于世界很多地方来说，滤清产业意味着能源的转型以及能源安全，还意味着经济的振兴。因为一个滤清项目带来的是一个风光大基地，加上制氢工厂，再加化工厂，可能还带来一个港口，所以它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滤清产业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几乎是全球同步在规划和发展。那么中国企业在这个国际市场里面提到，有一个独特的贡献，其实就是为全球带来了中国的科技和供应链价值。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很早就研究氢能、规划氢能，但是落地的速度远远慢于中国。那么中国市场带来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业务速度以及供应链的优势。那我们会认为说，无论世界的贸易格局怎么变化，每个地区的氢能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的元素。所以这也是我们所看到，在这样一个全球市场里面，我们的使命所在，就是说着ESG 的国际语言，然后为每个地区的清洁能源带去我们的科技价值。我想就是对氢能这样的这个产业来说，就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和出海，其实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说我 to C 我卖个产品可能要略更复杂一些。然后我们不单单是这个卖设备，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事情要去做。然后海德在这上面是这个怎么去思考的呢？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感想。首先，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在新的时代，全球化其实是本地化。我们不再是把产品放上货架或者放上一个黄页，我们更多是走到一线去深入了解当地的场景，了解合作伙伴的商业规则以及他们的文化习惯，再建立一个合理的分立机制和合作模式，最终才能够把氢能业务实现海外落地。我想对海外的每一个地区，这里指的可能不是像举例来说，可能整个欧洲来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即使同一个国家，南部和北部可能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所以尊重你的合作伙伴，然后贡献自己应有的统一的价值，这我觉得是我们走到今天的一些经验吧。这个您说的非常好，就是全球化的这个同时也要尊重本地化。刚才也看到说，这个就您在这个欧洲还有中东这边的这个已经有了这个布局。如果我们回到美国的整体，这就是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一些的这个政策来看的话，这个从特朗普这个2次执政开始，然后前一阵子推出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法案，取消了很多对新能源行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这个有些人就说说美国在整体的这个能源转型上，这条路上是开倒车的。然后包括是这个特朗普就是这个在巴黎协定上这个进又出，这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在发生。您觉得说这事儿是暂时的呢，还是这个
对美国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趋势？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通常来说，我们以更长的时间，过去20多年里面，美国的能源政策一直是一个螺旋式的政策。通常在典型的共和党执政期间，就会加大发展氢能；在民主党执政呢，绿色能源和电池、电动汽车就会得到大力的发展。其实，对美国最早的氢能政策是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发布的，大力的鼓励了氢能汽车和社会化应用氢能，然后再到奥巴马时期发展电动汽车，其实特斯拉就是在奥巴马时期得到早期的快速发展的。然后接着到这个 Trump， 其实我们看到他将大量的新能源法案撤回 rollback， 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氢能和石油天然是有关联性的，在石油和化工领域氢的应用是最为广泛和成熟的，所以当共和党执政，其实氢能就会得到鼓励。那在奥巴马期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美国完成了页岩油革命，从能源的输入国变成了一个能源输出国。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执政以后直接就导向了石化能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摇摆路线里面，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油气大国。那我们前面在播客的最早我们提到了滤氢，实际上在世界的主要参与国家和地区里面，中国和欧洲是100%投入到滤氢里面的。而像中东和美国，其实在发展氢能的路径上一直都是绿氢和蓝氢同步发展的，这是因为他们都有相当好的油气禀赋，那使用油气就能够满足自身的能源安全需求，而中国和欧洲则没有这样的条件。那我们看到在川普执政以来，其实在这个大而美法案里面，非常罕见的其实是给氢能保留了它的补贴政策，但是因为这一届政府的政策的不确定性过高，所以氢能的投资者，包括各个可再生能源投资者都不敢将自己的项目通过投决，因为项目的建设周期是长的，运行周期通常都是15年、20年。那么，假如政策本身不确定的话，那么会给能源项目的投资带来非常高的风险。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本身这一届政府的特点会给新能源的投资带来不确定性，但是长期来看呢，其实对于多种化能源的需求是增强能源安全以及提升能源科技的，所以这个投资趋势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个的确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能源转型，其实也是全球的一个共识。然后，这个螺旋式的这样的这个政策的话，我们也相信说，这个只是这种波动，可能也是一个这个插曲。然后整体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向也会慢慢的这个回归这个正常。我们也相信说，在对这个清洁能源的这个投资上，这个大家也会越来越更多的这个坚定。然后那回到您个人创业的这个动力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其实创业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尤其是氢能，它是一个这个重资产。您刚才也提到说，它周期其实这个建设周期、运营周期，这个整体的周期其实特别长。那除了您认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商业上成功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还比较大之外，因为就是整体的行业的这个趋势还比较好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因素的这个驱动？然后这个您希望这个通过海德氢能的这个成功，实现您个人的一些什么样的梦想呢？我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这个工程师啊，我以前从事新能源汽车，从最早的时候，新能源汽车实车千辆的示范、客车示范，一直到包括见证了我们蔚来汽车从 ES8发布，一直到今天啊，是亲眼见证了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如何改变了世界。其实我们作为汽车从业者，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之前，在整个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自卑的，因为整个的游戏规则是由德国人来定义的，高端市场也是被德国人占据的，甚至终端市场都是国外的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程里面，其实这里能够感觉到很强烈的，社会价值的贡献以及对世界的改变。那氢能其实是毫无疑问是光伏、风电、电池以外的又一个相对更早期的一个清洁能源赛道。那能够跻身其中，在里面做出一些贡献，
做一些事情，其实本身就对个人价值的实现有个很强烈的呼应。能够将自己在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以及能够肉眼看到的价值和影响力对应上，其实这是一个让我感觉非常有吸引力的事儿。其实您刚才也讲了很多啊，就是这个包括也是有这个过程当中也畅想了一下这个未来。那因为就如果是这个滤清，我们作为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组成的这个部分，然后海德也能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发展，然后为这个行业这个尽一份力的话，我感觉这事儿就是不管是对这个创业者本身，还是对这个参与创业的每一个同事来讲，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对，是这样的。对，那如果是让您就是这个站在现在的这个时点上去畅想一下整个这个能源行业的未来呢，这个大格局会是什么样子的？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可能都不够资格来进行这样的评论。当然，我想可能它取决于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来看这样一个终局。呃，我自己会认为说，能源的可持续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一个命题。那么短期内实现能源的供给，当然大家不可避免的需要依赖化石能源。那化石能源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来自于100年前的太阳能，所以在地球上依靠太阳能实现，把它变成可再生能源，再变成氢，或者更长的时间尺度变成化石能源，但是能源行业必须经历了一个过程，因为能量是守恒的，来自太阳。那更长期的，我个人会比较认为说，一个从地球以外，我们在其他的星系获得更多的物质也好，能源也好，包括通过科技去推动核聚变、核能进一步的释放能量。我想，能源行业最终是一个在我们那时候谈论的地区，可能就是不同的星球，用着不一样的能源形式，这样一个格局。嗯。这我让您畅想，没想到这个畅想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远。对对对，这个的确是啊，就是就反正这个未来资本，我们自己反正对这个聚变啊，然后未来的一些能源的这个形式，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研究。的确是这个，我们也这个期望着有一天，就是像这个聚变有一种是这个刀氦三的这个方式嘛，然后刀这个海水当中这个取之不尽，氦三的话可能就得上这个月球上面这个取这个原材料，然后这个用技术推进的这个方式，说不定这个有一天就是能够实现这个能源的这个彻底的这个转型。是的，或者我们再近一点的话，像马斯克一直说要上火星，对，其实在火星上的话，二氧化碳的获取难度就低很多了。然后通过同样我们今天说的氯氢制备的电解技术，就能够将二氧化碳和火星上的水得到甲烷以及氧气，所以这几乎是人类所必须的物质。那么可以看到说，不同星球的元素构成，它最终都会通过不一样的储能方式，来变成我们日常所需的能源。这个感谢这个姚博士给我们畅想的这个能源终局的这个未来啊，我感觉是非常令人向往的，这个是科幻照进现实的一天。那所以就是这个今天非常感谢姚博士给我们从能源革命的角度剖析了新能源行业的整体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既详细介绍了氢能技术的这个突破啊，然后市场的机遇啊，也跟我们分享了海德氢能的这个优势和对行业终局的这个思考，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在氢能领域的全球的这个竞争力以及创业者的情怀和担当。我们也希望这个海德氢能在姚博士的这个带领下能发展的越来越好，为中国以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谢谢姚博士。好，谢谢 Wendy， 也希望广大听友和我们一起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所谓的绿氢呢，就是用绿电，也就是风光、水、可再生能源电解制备的氢气，我们把它叫做绿氢。那为什么它有颜色呢？是因为与其他的颜色的氢气产生一个区分。那实际上在现代的人类社会啊，因为工业对氢的需求，每年都会生产并且消耗1亿吨的氢气，
那这些氢气都是从化石能源来的，包括煤炭、天然气。那我们把用化石能源生产的氢气叫做灰氢。那么化石能源生产的氢气显然它就有非常高的一个碳排放。那为了降低这个碳排放，通常也会采用一个碳捕捉的手段，所以将天然气裂解加上这个碳捕捉的技术生产的低碳氢气呢，我们叫做蓝氢。所以与之对应的绿氢呢，是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它是完全清洁的。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灰氢、蓝氢、绿氢的一个颜色度的区别。那除了它的这个从绿色的角度、环保的角度对颜色做一个定义的话，最本质上还是可以看到它们的能源来源的差别，因为能量是守恒的嘛。所以从灰氢、蓝氢的来源是煤炭或者石油、天然气，那绿氢的来源其实是可再生能源。所以绿氢产业的发展背后最深层次的其实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能源安全的需求。对于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通常具有国土面积大，然后这个海拔梯度高，比如说像中国是可再生能源储量最大的国家，发展绿氢实际上能够实现在工业能源领域的这个化石能源替代潜力。所以它是一个具有能源安全意义的基石产业。刚才有提到每年的这个氢气的生产和消费呢，全球有1亿吨，那中国就有将近3500万吨，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化石能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灰氢，也可能超过了90%。绿氢的实际产量还是非常非常低的，这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新兴领域。其实谈起氢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因为氢能在作为交通领域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主要路线，其实发展了已经有20年。但是今天当我们谈论绿氢的时候，它更多是在能源和工业领域的一个发展机会。那之所以海德氢能在5年前成立，然后其实整个这个产业也是在过去5年中全球首次发展。这是因为在供给端，也就是绿电端，有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上量需要在更长的时间、更大规模来完成这个存储，所以我们所谓的电解制氢，也就是说 Power to X 就成为一个必备的长时储能的路径。另外从需求侧刚才也提到，像化工领域、包括钢铁领域、冶金领域等等，它的降碳都是需要氢气作为一种原料来降低这个碳排放以及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的。所以无论是供给端可再生能源的上量需求，还是需求端的降碳需求，都推动了这个绿氢这个行业的萌发。其实所有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都经历了从政策的推动，再到技术的更新引领，最后到规模化的一个阶段。那其实相较于风光能源和电动汽车来说的话，氢能处于更早的阶段，处在一个第一阶段，然后往第二阶段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说，绝大部分的绿氢的大规模示范项目在世界各地都还在第一波的建设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不断在探索真正能够推动绿氢成本降低的一个技术路线。与此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去探索绿氢的商业化路径。在今天2025年来说的话，在一些应用场景里面，绿氢的成本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客户可以接受并且有利润的空间。这里面离不开一些政策的推动，比如说在世界航运组织 IMO 推动的净零框架内，会要求所有的远洋航运船舶面临一个统一的碳指标的一个阀值。在这样的一个规则下，那么使用绿色燃料，比如绿色的甲醇、绿色的氨的船，从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都能够从中获利。而这样的全球普适性的政策也能够带动绿氢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和全球产业快速的发展。